很多朋友在买呼吸机过程中特别关注这个噪音问题。其实这个机器的噪音问题不仅仅是你使用呼吸机的过程中有影响，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会影响你旁边的人，比如说你媳妇儿、你的伴侣，这个也会影响到机器的噪音，特别是国产呼吸机的噪音，在前些年基本上是个硬伤，即便是很多什么上市公司、大品牌、大公司，他们的呼吸机噪音依然是个问题。其实这个呼吸机的噪音来源于几个方面，第一个是电机本身的性能、物理性能怎么样，另外一个是隔音技术怎么样，还有一个是算法也有关系。因为这个呼吸机它在后半夜的时候，随着你气道逐渐的阻塞之后，压力会给的比较大，基本上在2、3点钟的时候，后半夜2、3点钟的时候压力是最大的，那个时候机器的噪音会更大一点。还有一个噪音的来源是面罩的排气孔的设计，这个面罩的声音在半夜里的时候是有点大的，会有呲呲呲的细微的气流声。进口面罩这个声音是没大问题的，有些国产面罩，我曾经试用过一个国产面罩，怎么说呢？前半个小时根本吃不消，那个排气孔设计是有很大问题的，声音太大，根本吃不消的。有些面罩它有消音棉，比如说费雪派克的一款面罩，它是有消音棉的，那个有消音棉在声音会更低一点。刚才有用户让我比较了一下国产的赛呼康的声音和费雪派克的声音，差不多。因为费雪派克的机器相对来说在进口品牌里面属于声音是非常低的，比飞利浦、比瑞斯曼的还要再低一点。这个噪音问题很关键，这个也是很多厂家的一个问题。其实这个地方我多说2句，一方面呢是很多国产厂家的习惯不好，他的习惯是做便宜的产品，这个思路是老一代中国老板的中国厂家的思维方式，其实是不正确的，其实是应该是做好的产品，因为你可以采购更好的电机，更好的隔音材料、隔音措施、隔音的方法，来把这个声音来降低下来，而不是说是我做便宜的机器。要知道，我以前跟很多我们宁波这边的制造业的老板交流过，很多制造业老板的思维方式是我能比他做的更便宜，而不是说是我比他做的更好。这是经营思维、经营理念上的问题，很关键。不过庆幸的是，最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厂家逐渐在改变这种思维模式，要做好的产品，就像苹果手机一样的，我是做好的产品，而不是说是做便宜的产品，把东西做便宜，这是老一代老思维方式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赛呼康的噪音跟这个费雪派克的噪音，压力都是在12厘米水柱下，我拿这个麦，就我这个麦录的，声音都是差不多的，非常小，而且声音不仅小，还不能有细微的杂音。我这个人，我对噪音是比较敏感的，有些厂家把机器拿过来，声音是低了，但是你仔细听，那个不是特别的细腻。进口品牌呼吸机的噪音声音是很细腻的，又低又细腻。国产的有些是很低的，包括像我们的赛呼康，我认为是不错的。但是有些国产的声音是低，但是你细听会有一定的杂音的，这个其实没有做的完全特别好，要用心才可以。用心做东西跟不用心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货比货得扔啊，人比人气死人。所以说东西要放在一起去比，才能发现问题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关于噪音。现在这个压力是12的压力，这个一般在后半夜的压力。你可以听一下机器的声音，我这边有一个麦。
我把机器打开来，把这个气道这儿还得堵住。这个是个正常的漏气情况，可以听一下飞雪派克的声音。这个是我的一个麦，